現在的直播帶貨，說實話，有時候真讓人覺得跟欺詐沒啥兩樣了。前幾天，一個果園直播徹底翻車，原因特別好笑，主播嘴瓢說了一句大實話。稍等我一下，豪哥姐们，有點熱，我去開個。不出意外的話，整場就這一句實話。等他回來，一條彈幕悠悠飄過：“你們家果園還裝中央空調？”女主播愣了一下，自己先繃不住了。兄弟啊，比不了，你根本都比不了啊！哥现在都開工廠了，來看一下流水線啊。1塊錢2斤，走起！現場直播能咋的？現場直播照樣造假。現场直播，别打眼啊，讓你看看這珍珠從哪兒來的。看好了，這手拿住，哎，往裡邊這麼一塞，來，家人們瞧好了啊，純塑料的，不是純天然的大珍珠，9塊9。上車！他們賣3到4個果子，這麼小小的6到7斤就賣300多塊錢，傻子才會花這麼高的價格去買這種巴掌托曼尼。算上果子、快遞費、包裝，所有的成本加起來最多120塊錢左右，他們敢賣到300多，每一箱有將近200塊錢的淨利潤，還賣了1萬多單，至少幾十萬人看到了直播。如果一開始就告訴大家這個就是小果的托曼尼，不知道還能不能賣這麼多單？幾天時間、幾場直播、幾個小時就可以賺到200萬左右的淨利潤，比很多人奮鬥一生賺的都要多。這麼紅的皮膚，咱們家底妝全部遮住了，而且是又輕薄又遮瑕。哎，不信姐妹是不是？我給你關燈，咱直接強光照射，看见這雙效，哇塞，很好看的奶油肌，波光粼粼的感覺。我真的沒空跟你們這種直播間鬧了。後台運營在直播過程中是會實時調節 HSL 的，就這一條啊，我想讓它多紅，它就能多紅，我還能讓它發紅、發黃、發紫。再說，你說你這一個強光，你能照出來啥了呀？1塊就1塊，芒果在我們產地其實不值錢，就是被那幫壞人2、3塊1斤收走，轉手賣給你們7、8塊1斤。看一下這個品質啊，這種都是當肥料的啊。掉下來一滴水，我喊你爸爸。秀這款斜月3星珊瑚绒柔軟毛巾，它呢吸水性非常非常強。掉下來一滴水，我喊你爸爸。哎，爸爸，來開掛驗貨啊！看這質量啊！哎，這個不行。來，你們看，別人拍作品啊是為了掙你們的，我拍作品啊，我可1分都不敢掙你們的。過去都說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，可現在在中國，就算你親眼看到的，也不一定是真的，尤其是在網絡直播間裡。一直以為直播間裡戶外抓泥鳅的場景全是真的，直到看到這一幕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還能這麼操作。他們先把泥巴堆好，上面鋪幾根草，偽裝成真實的野外環境，接着把買來的黃鱔泥鳅從一旁慢慢放進去，再假裝剛發現獵物，演起等待上鈎的戲碼。為了讓畫面更逼真，想在直播間造有霧的天氣就噴霧，要下雨也能人工模擬雨景。你在直播間不仔細看，根本看不出來是假的，就連河裡抓魚的鏡頭都是擺拍，從桶裡拿出魚放進水裡，撈上來再放回去，如此反覆來回演，既省時又省力，只能說沒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這波操作真是讓人大開眼界，不得不佩服現在的人太會整活了。給你們看看現在的網紅帶貨都是怎麼騙人的，來先看視頻。屁股子來直接打包让我往上怎么样？995元直接來這箱怎麼樣？剛剛大的。995元直接來這箱怎麼樣？各大配方後春天。還有更厲害的，切勿輕信國內部分網購店鋪，一名女子直播售賣方便麵時，背景竟是偽造的工廠場景，看似是廠家老板在生產現場直售。事實上，這類偽造的工廠不僅在國內部分網購店鋪中十分常見，目的就是讓消費者誤以為商品來自正規工廠。還有這種啊，這個價格是讓你直接去買，就是別人做這個知道，我一直都是小量喝酒，你进消費，让他是做事啊。還有這樣的，另外2塊錢的布啊，手機的話，水果的或者說安卓的都是可以的。來看到沒有？玩的皮鞋旗艦店啊，小黃車1號鏈接啊，5塊錢一雙啊。別問我為什麼這麼便宜，我表哥是廠長啊。你以為他們是在工廠，實際上就是搭建好的幾平米的直播間而已。同樣的套路還有賣麻花的、建展開窯的，還有那種冒充實驗室的，穿着一身白大褂在那做實驗的。順便我提醒大家一下，
你看见的那些穿白大褂的，他不一定是医生，也不是什么科研人员。现在这个网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？就你平时刷手机看到的那些视频和直播间，没准都是假的。今天带你们看一看，你们平时刷视频看到的那些场景、那些人物，什么勤工俭学女大学生都是怎么来的？从这儿来的。咱们直接上楼。一出电梯，大家熟不熟悉这个场景？马上就是医院，这有取药，这有挂号，穿上病号服就是病人，穿上白大褂就是一个人。熟不熟悉？往这儿一躺，插上针管，秒变病人。你们猜这医院里还有什么？一个拐弯进教室了，坐在这儿你就是学生，站在这儿拿上教鞭，拿上黑板擦，你就是老师。穿过这个走廊，咱们打开这个门，这个场景熟不熟悉？坐在这儿。把这个帘子一拉上，不拉也行啊。直播一开，马上就变成勤工俭学挣学费的女大学生。咱们再一个拐弯，你看看，戴上头盔，你想踏上太空都不是梦。再一个拐弯，咱们再次穿上白大褂，秒变实验室的研究人员。那研究的项目都是50年起步的，咱直接坐下，穿上西装短裙之後，秒變都市麗人。我們坐在這裡，工廠打工收廢品，淒慘的人設不就立起來了嗎？還有博主表示，現在的人為了賺錢，真的是快想瘋了，什麼低級的套路都有。賣榴蓮是可以一天掙200萬的啊，這不是什麼商業秘密，這是已經運行了3年的真實騙局。今天我就把他們全套的運營方案打給你看。你就到你們那最大的批發市場，你就批那一種30個賣400塊錢的巴掌大的那一種托曼尼榴蓮，然後你就給它起一個高大上的名字，鑽石球榴蓮。榴蓮界的全新品種鑽石球巴掌榴蓮。直播間裡面你一定要咬定它是全新的品種，泰國皇室特供，本地人都捨不得吃，然後你就賣它3個300塊錢。奶油巴掌榴蓮，連本地人啊都捨不得吃的高端品種。如果有人敢說你是托曼尼冒充，你就打死不承認，把他拉黑禁言，你再偽造一個進口保管單。對，它不是托曼尼，托曼尼也有小的，但跟這個不一樣，這個肉更黃面。博主揭秘說，這種團隊非常專業，他們精準操控流量，專門挑選陽光高顏值的男生出鏡，利用所謂貓山王基因這類噱頭搞無腦團購直播。結果直播間動輒幾千人在線，全是女生衝動下單。他們幹這一行已經3年了，最開始叫寶石球，後來可能覺得不夠高級，又改名叫鑽石球。現在他們又把冷凍榴蓮包裝成紙包榴蓮，價格直接翻倍銷售。今天給你們現場上妝，來看一下咱們家底妝防水防汗有多牛，直接上花灑來。哇，主播這一定會掉吧？看到沒有，我這麼去噴它都不掉。來，我拿手，我再這樣去拍。哇，來，掉不掉妝？手上有沒有？臉上掉不掉？就是這麼牛。咱誰能淋這麼大雨同時完還給自己啪啪一頓揍啊？再說了，粉底液它就是油性的，它本來就是不溶於水的。而且你說你都噴完水了之後，你臉上已經有一層水膜了，你手上有水，已經減少摩擦力了，你怎麼會擦掉？不信的話，來，咱乾手乾臉試一遍。卸掉給你們重上啊，一模一樣的上妝步驟，多擠點。扇一扇承個膜，掉沒掉？粘沒粘？玩呢？再說這種底妝啊，成本計價比粉都多，就跟你臉上扣個大棚沒啥區別。卸完妝之後，你就會收穫一大堆痘痘和屁股。這位前美妝博主表示，這類直播間真的沒有任何參考價值，而且直言，目前90%的妝容直播效果都是假的，尤其是那種自虐式的直播間，更是不值一提。真正好的產品根本不需要靠誇張的方式來展示。越是折騰自己，越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。還有網友分享了一些專門坑騙中老年人的護膚品直播間套路。有些人一年被騙了10幾萬，甚至還有被騙了上百萬的。第一個啊，直播間裡面現場砍價的主播在上架的時候呢，說是399發3瓶，公屏上都說給4瓶給4瓶，那呀全部都是托，故意來給我們去砍價拉互動的。其實啊，它的價格早就被談好了啊，就是為了讓圍觀的人覺得這個價格被砍下來了，你們覺得撿到便宜了，讓你們呢買。另外一種產品在直播間裡被吹得神乎其神，一用就見效的護膚品，而且全部都能當場演示。但真相是這些效果全是假的。臉上的斑呢，它是用眉筆畫出來的，
用卸妝水啊、卸妝霜啊一擦就没有了，根本就不是什麼色斑。那抬頭紋啊、川字紋啊、法令紋啊，還有魚尾紋，用了這個產品了之後一塗，哎，皺紋不見了。那這些斑點呢，它也是用這種彩妝陰影畫出來的，或者說用電腦局部磨皮，想要去哪裡呢？咱們皺紋在哪裡一點就可以了。去黑頭啊，它也是同樣的道理，都是電腦科技。還有那些动不動就寫擁有56項專利、10幾項專利，你去國家知識產權局官網一查，很多專利號根本不存在，純粹是虛假宣傳，抬高價格。還有說什麼院線專供、美容院專用，其實就是營銷話術。博主指出，國內根本沒有院線專供這個正規產品分類，這些字樣只是寫在包裝上，騙不懂行的姐妹們衝動消費。還有和玉田直播間裡最隱蔽、最惡劣的套路，也坑了很多新手小白。第一，美颜濾鏡爆燈造假，强濾鏡一開，乾料、漿料、食性料直接變得油潤細膩，食物拿到手又乾又醜。各位在直播間下單，一定要讓主播給你在白紙上做一下对比。第二，虛高標價再打折，原價幾萬塊，秒變幾百塊，全是虛假噱頭，讓你以為撿了大漏。第三，以次充好，偷換概念，韓料、青海料冒充新疆料、俄料，外行小白你們根本分不清的。第四，直播間不發實拍，只發美颜大圖，還不給你拍自然光視頻，刻意掩蓋和田玉當中的棉紋、柳裂、髒雜、水線這些瑕疵。第五，誘導衝動，下單倒計時、限名額、搶庫存，給你制造各種焦慮，就是逼你付款。中国直播间里的秘密還不止這些。有一種直播間，我勸你盡量別買，就是打着那種書記助農的這種旗號，在直播間賣貨的這種人。首先啊，他穿的這個衣服都是筆挺的，走的都是那種行政範兒，後面還能隱約看到那個國徽的那種。你刷到過吧？我刷到過很多。前兩天我媽還推薦一個給我看，說你看人家村幹部出來賣農產品了，肯定靠譜。我真是氣笑了啊！像我們內行人都知道，這裡面魚龍混雜。當然，咱不能一棒子給所有人都打死，可能有些人他真的是在助農，但是絕大部分他都是頂着這種助農的这種頭衔，沒有背書，沒有背景，賣的全都是那種電商公司提供的這種市場通貨，根本沒有說把這個果農里手上的好果子賣出去。翻假貨直播間的套路，現在呀，賣假翡翠的套路越來越深了。這一桌子呢，全部都是酸洗注膠的。通過酸洗注膠的翡翠，我們稱之為翡翠逼貨，其目的是為了提高翡翠的透明度，增加它的種水。翡翠通過酸洗浸泡之後呢，它的內部結構會產生破壞。通過觀察可以看到，表面會產生很多細小的裂紋。而樹脂膠就是通過這些細小的裂紋填充到翡翠內部的，而我們未經過處理的翡翠天然 A 貨，表面呈現出來的是橘子皮一樣的外觀。他們通過高價低賣的套路，29800的原價回饋粉絲98。其實呀，就是這些價值8到10塊錢的石頭。因為很多的帶貨主播，他們根本沒有供應鏈，也沒有生產能力。看到網上有賣大爆款的東西，他們就買來樣品之後，直接搞那個直播預售。等你們下了單，他們就會去找一些小工厂去合作。等你收到貨以後，可能會出現一些顏色呀、尺碼，甚至有時候連版型它都不一樣，很难買到主播手裡的那件衣服。這就是你們為啥買不到合適東西的原因。還有那些手上戴一堆大金溜子，然後開個勞斯萊斯，並且跟你說當今社會的幾大賺錢項目，還會跟你說，如果說你兜裡邊只有100塊錢，你來找我，我教你如何翻身。我告訴你，100%是騙子，這個騙局簡直太低級了，能相信的啊都是傻子。我咋就不相信一個陌生人能告訴你怎麼賺錢呢？他們就是連自己的親戚朋友都不一定會說，你一個陌生人就可以，想啥呢？博主表示，更讓人無語的是，網絡上自拍的那些情感大戲全是假的，離婚單身是演的，徒步旅行是假的，工地搬磚是摆拍的，哭窮賣慘更是為了收割。連大老闆、大企業家幫助貧困戶脫貧的故事，也大多都是精心包裝的劇本。直播間的榜一大哥、榜一大姐是刷的，成千上萬的在線人數是假的，抽獎送福利更是徹頭徹尾的騙局。現金、小汽車、水果、手機，你要是真信了去參與，基本就是中個寂寞。砍價福利、寵粉補貼就更離譜了。明明是9.9塊包郵的東西，硬要說是自己補貼，
寵粉才賣這麼便宜。你真以為廠家會賠錢給你做福利？還有那些天天晒豪車、晒豪宅的，幾乎沒有一個是真的。真正有錢的人從來不靠這些東西來證明自己，只有心懷鬼胎、別有用心的人才會拼命展示這些，就是為了勾起你的慾望，最後把你收割得乾乾淨淨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真言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